欢迎来到托尼哥哥说故事的频道，在这一集，我会为你讲述的故事是白雪公主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。由于她出生在白雪纷飞的冬天，而家她的皮肤像白雪一样细嫩，大家都称她为白雪公主。不幸的是，白雪公主的妈妈在她年幼时便去世了。国王再娶了一位漂亮却心肠歹毒的女人，她成为了白雪公主的继母，也就是新王后。这位王后其实是一个邪恶的女巫，她拥有一面神奇的魔镜，魔镜知晓世间的一切，从不说谎。每天，王后都会问魔镜：魔镜，魔镜，谁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？魔镜总是回答：我的主人。您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。这总是让王后满意的哈哈大笑。但有一天，魔镜却告诉她：主人，您很美丽，但白雪公主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了。王后勃然大怒，她召来一位武士，命令他把白雪公主永远消失在世上。武士将白雪公主带到森林深处，但他心生怜悯，无法下手。武士告诉白雪公主：快逃吧，永远不要回到宫殿。说完，他在森林遇到一只意外死去的小鹿，便取出鹿的心脏带回去欺骗王后。白雪公主在森林里流浪，直到她遇到7个心地善良的小矮人。他们住在一间小木屋里，听了白雪公主的遭遇后，决定收留她。白雪公主感激不已，帮助他们打扫和做饭，大家过着快乐的日子。可是，王后很快从魔镜得知白雪公主还活着。她把自己装扮成一位老妇人，脸上布满皱纹，完全看不出她原本的模样。她精心挑选了一个红艳艳的毒苹果，苹果的外表看起来鲜美多汁，但其中却蕴藏着致命的毒药。装扮成老妇人的王后带着毒苹果，一步步走向森林深处，来到7个小矮人的小木屋前。她轻轻敲门，用嘶哑的声音唤道：好心的小姑娘，开开门吧，我这里有新鲜的苹果，保证甜美可口。白雪公主听到敲门声，走到窗边一看，见是一位年迈的老妇人，便打开窗户问道：您有什么事吗？老妇人慈祥地笑着，从篮子里拿出那颗红艳艳的苹果，高举到白雪公主面前：好孩子，这是我自己种的苹果，送给你尝尝吧。白雪公主虽然心地善良，但也记得小矮人们的叮嘱，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食物。她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对不起，我不能随便接受陌生人的东西。王后假装悲伤地说：我是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妇人，这苹果只是我表达心意的小礼物。你这么美丽又善良，难道就不能让我这个孤独的老人家开心一下吗？白雪公主见老妇人如此可怜，不忍心拒绝，终于接过那颗苹果。她刚咬下一口，
便感到一阵剧痛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倒下，陷入昏迷。王后见计谋得逞，露出阴险的笑容，转身消失在森林的阴影中。她心想，这下终于可以再次成为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了。当天傍晚，7个小矮人返回小木屋时，发现白雪公主躺在地上不省人事。白雪公主，你怎么了？小矮人们围了上去，摇晃白雪公主，试图唤醒她，但白雪公主毫无反应。小矮人们看到她嘴边那半颗未咬完的苹果，才惊觉她中了毒。他们悲痛欲绝，将白雪公主放入一个玻璃棺材中，日夜守护着她，希望奇迹出现。我们的白雪公主，你不能就这样离开我们！小矮人们痛哭失声，眼泪滚滚而下。有一天，一位英俊的王子途经这片森林，看到玻璃棺中的白雪公主，被她的美丽和纯真所吸引，决定要娶她为妻。他轻轻地掀开了玻璃盖子，深情地亲吻了她的额头。白雪公主终于苏醒过来，睁开了眼睛。王子向白雪公主表白心意，白雪公主也接受了他。两人很快举行了盛大的婚礼，并邀请了各地的宾客，甚至包括邪恶的王后。王后得知白雪公主还活着，愤怒不已，但还是应邀前往参加婚礼。在婚礼上，王后暗地里设法要把白雪公主永远消失在世上，但王子早有防范，识破了他的阴谋，命士兵将王后永久囚禁在高塔中，终身不得出来。从此，白雪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听完白雪公主的故事，是不是觉得又温暖又惊险呀？其实这个故事里藏着好多小道理，我们一起找找看吧。首先，我们要像白雪公主一样，做个善良的人。她会帮小矮人打扫屋子、做饭，看到老妇人可怜就不忍心拒绝，这份温柔特别棒。但也要记得小矮人的叮咛，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，也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东西。不是不相信别人，而是要保护好自己，这才是聪明的善良呀。然后我们看着王后，她因为嫉妒白雪公主的美丽，就想让白雪公主消失，最后自己被关在高塔上，多孤单。这告诉我们，嫉妒是个小坏蛋，看到别的好，不用着急羡慕，更不能想着我不开心就不让他好，而是可以跟他说，你好厉害呀，能教教我吗？把羡慕变成学本领的动力，这样我们会变得更棒，还能交到好朋友呢。最后，白雪公主遇到王子，一起过着了幸福的生活。不是因为运气好，而是因为她一直保持善良，也学会了保护自己。所以朋友们，只要我们心怀善意，保护好自己，不被嫉妒打扰，也能像白雪公主一样，每天都开开心心，还能收获好多好多爱呢。如果喜欢 Tony 哥哥说故事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按下小铃铛，即可观看我最新的影片。
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